年轻时，我是方圆百里首屈一指的猎王，一杆老枪指哪儿打哪儿。山里的野猪听见我的脚步声都要绕着走。爱人意外去世后，我卖掉了猎枪，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，将儿子拉扯长大。爷爷，我想吃肉肉。好，爷爷给你盛。爸，谁让你做肉的？我最讨厌这种油腻味儿，你故意恶心我是吧？淑芬儿，今天是我50岁的生日，爸就想吃口肉。这是我家，不是你那个破山沟。想吃肉你出去吃，别把那股子柴火熏臭带到我家里来，真是臭死了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垃圾给我收拾干净！卫东，爸就是想吃口肉。淑芬，爸，这肉得1、2块钱了吧？有这钱就不能买点大家喜欢吃的东西吗？光顾着自己，太自私了吧？我自私？卫东，你一个月就给我5块零花钱，就5块，我省吃俭用买块肉怎么了？就买块肉怎么了？爸，淑芬她家说了，没房子就不结婚。爸一辈子的积蓄的都在这里了。才500，这哪够啊？爸，要不你把老宅子卖了吧？以后我把你接到城里，和淑芬一起孝敬你，保证你下半辈子享不完的福。这些年来，我一个人带孩子、做家务、睡杂物间，像保姆一样被你们使唤，活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现在连吃口肉都要被你们嫌弃。爸，你这话说的我可就不爱听了。要不是我们把你接到县城，你这辈子都只是个破打猎的乡下人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是没文化的乡巴佬。没我跟魏多养着你，说不定早就饿死在街头，在哪个垃圾桶旁边捡剩饭吃呢，还有脸在这跟我们发脾气。行了，爸，你一辈子都没过生日，也不差这一回了。待会儿淑芬她爸要过来，你赶紧去外面通通风，把身上的柴火味散一散，别熏着人家，丢我的脸。爸，您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快，里面请。什么味道这么香？好好的一块肉怎么给倒了？哎呀，差点忘了，我爸最喜欢吃肉了。爸，我老丈人喜欢吃肉，你赶紧去楼下肉铺买几斤好肉回来做。亲家公，记得多洗几遍手，别把你们山里的细菌落里面了。爸，我知道你爱喝酒，这是我特地给您准备的茅台呀，这得20多块一瓶呢。只要爸你喜欢，那就值。卫东，你能给我2块钱吗？爸想买瓶二锅头解解馋。爸，你能懂点事儿吗？家里要攒钱买房，还要养孩子，哪有钱给你乱花？一天到晚就知道伸手要钱，净给家里添负担，还傻愣着干什么？出去买菜啊！爸，你抽什么风呢？老子想吃肉，你媳妇嫌肉腥，把肉倒了。好，我忍了。老子想喝口酒，找你要2块钱，你说家里缺钱，我也忍了。但是为什么你老丈人想吃肉就行，老子吃口肉就不行？为什么你老丈人能喝20多块的茅台，老子喝2块的二锅头就不行？告诉我为什么？因为我爸是县食品站的退休干部，一个月退休金60-70块，他能补贴我们，不像某些人就知道吸家里的血。小军是我一手带大的，你们的吃喝拉撒也是我伺候的。保姆一个月最低都有10几块，你们就给老子5块零花钱，现在说我吸血。亲家公，我女儿好心收留你，你说这话就太没良心了。爸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你不嫌丢脸，我还嫌丢人呢。好，我丢人，我没良心，我不配待在这里，我走还不行吗？爸，你都50岁了，离开我们能干嘛？就别犟了，跟淑芬和他爸服个软，道个歉，我还能留你。我服你娘！你没骨气，老子有。以后你们家的破事儿跟老子再没半点关系。走，让他走，看他能掀起什么风浪。爷爷，以后我还能吃到你做的肉吗？等你长大了，爷爷带你去山里吃，想怎么吃就怎么吃。我真是作孽啊！德厚叔，真是你啊！
刘刚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您回来了，一大早就赶过来了。叔，你怎么在这儿坐着？这房子都塌了。走，上我那儿去，我那儿好歹有个热炕。小伙子，你家里不是还有你爹你娘？我去住不合适。没事，我爹娘去年都没了，就剩我一个。叔，小时候我掉进山涧里，是您拿绳子掉下去把我捞上来的。您别跟我客气，跟我客气就是打我脸。叔，您先喝碗糊糊暖暖身子，中午我给咱炖兔子肉。刚子，你这日子过得也不咋地。哎，凑合着过呗。我在砖瓦厂搬砖，一个月挣20来块，够自己吃喝，就是存不下钱。想不想赚钱？想，我做梦都想，可哪有路子啊？你信不信叔？那还用说，您当年是出色的猎手，全村谁不知道？您只懂我不敢往西。砰！明天凌晨3点，你叫我起来，咱俩进山。进山打猎？叔，现在公社不让私人打猎出手啊，那是违规获利行为。老子在山里打了20多年的猎，养活了全家老少，现在有人跟我说不行，他算老几？起来。都叔，这也未免太早了吧？天一亮，山上都是人，砍柴的、挖药的、捡蘑菇的，东西早就惊跑了，现在是最好的时机。叔，您慢点，我跟不上了。跟上，到了地方我让你歇。嘘，你看这里，这是啥？野兔。这坑是前腿落地砸出来的，后腿蹬的时候把泥翻出来。这是兔子窝，洞不小，兔子能钻进去。兔子白天在里面睡觉，天不亮就出来觅食，这会儿差不多该出来了。接下来2个多钟头，他带着刘刚在山里转了好几个地方。满地落叶里，他能看出哪条是瘦鹿；一小多粪便，他能分出是换猪还是鸡子。树皮上一道浅浅的蹭痕，他就知道昨夜有没有东西经过。叔，您这都是跟谁学的？跟你师爷，我爹。我8岁就跟他进山，12岁能单独下套，15岁打死第1头野猪。猎人的本事不是教的，是山给的。你在山里待久了，山就会告诉你。德厚叔，这里头可是有野猪王的。前年隔壁公社的老猎户进去，就再没出来过。咱能不能别进去了？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断魂岭没人敢进？因为越是没人敢进的地方，因为危险就越多。别人不敢去，老子去；别人抓不到的，老子抓。风浪越大鱼越贵，山越险祸越狠。你在下面等着，我自己进去。那不行，您一个人进去出了事咋办？那就跟紧了，别拖我后腿。别愣着，过去看看。好家伙，这垭口少说5、6年了，祸害了不少庄稼。皮厚膘肥，这张皮子能卖个好价钱。德厚叔，您这一枪也太准了，我都没看清您什么时候瞄的。打猎不是打靶，靶子不会跑，猎物会。你要等他最放松的时候开枪，要么在他吃东西的时候，要么在他休息的时候。这一枪要不是赶上他休息，枪声盖住了他的惨叫，旁边的畜生早跑了。
叔，咱这头野猪能卖多少钱？要是送到县收购站，毛猪1毛5一斤，300斤也就45块。但要是我自己把皮子削好，把肉分开卖，獠牙卖给做标本的，能翻几倍？几倍？那不就100多个了？100多？你太小看这头野猪了，光是这一对牙就能卖40-50外币钞票，皮子削好了至少60外币钞。肉咱们可以熏成腊肉，一点一点卖，总站少说200外币钞票。叔，您太厉害了！别急着夸，这只是个开始。野猪被用借来的板车一路推回了家。收啥？兔子2毛1斤，狐狸皮看品相，5块到10块。这是野猪皮，这么大的个头，一整张完整无破损，毛板厚实，是公猪的皮。老赵，这是你打的，你不是去县城跟儿子享福了吗？想完了，回来了。这尺寸、分量，这张皮子品相上等，我按1级皮收，给你70块外币钞票，你看行不行？那2对野生兽类的腿部食材呢？这东西不算紧俏，给你算2块1斤，一共6斤。老赵，你这是打死了一头大野猪，300来斤，就你自己？这成色不错，做烟嘴、刀柄都是好东西，给你10块1对，2对20。不对，这根最大的是野猪的，不是獐子的。这根野猪獠牙我按20收，獐子獠牙10块1对，总状给你算112，凑个整115，够意思了吧？等我说，115就5天，5天啊！淡定，去百货大楼给你买双棉鞋，你那解放鞋都露脚趾头了。我不买，把钱省下来。省下来干啥？给翠花买花布？叔，您说，咱这样一直干下去，是不是真能发？能，只要那座山还在，咱就饿不死。每回进山前，他都把东西准备得妥妥当当，绳套、夹子、柴刀、水壶、乌头，什么放在背篓哪个角落都有讲究。晚辈跟着学，手上磨出了泡，肩膀勒出了红印，可眼睛越来越亮。那些猎物被扛回家，剥皮、腌肉、熏干，再送去县城收购站。孙德生见了他们，脸上笑的褶子都多了几条。什么都打，什么都卖，半个月下来，加上第一头野猪，拢共赚了将近400块外币钞票。刘刚夜里睡觉都能笑醒，他把外币钞票压在枕头下面，隔一会儿就摸一摸，生怕飞了。可赵德厚却越来越沉默，每次卖完货回来，他总会坐在门槛上擦护气，一擦就是半宿，他的眼睛却总望着更远的山。叔，您打了一辈子猎，最惊险的一次是哪回？20年前在黑匣子沟。黑匣子沟，就是有黑熊的那个沟。那年你师爷还在，我跟他进沟打熊，那头熊站起来比人还高，一巴掌能把碗口粗的松树拍断。我们追了他3天3夜，最后在一个山洞里堵住了他。你师爷先进去，我堵洞口。熊扑过来的时候，你师爷的枪卡壳了，那时候的枪不好，天冷容易哑火。那熊一巴掌把你师爷拍出去，肋骨断了3根。我端起枪就打，第一枪打在熊的前胸，他没倒，反而冲我来了。我推到石壁上，没地方退了。那头熊张开嘴，那臭味喷了我一脸。后来我又开了一枪，这一枪从熊嘴里打进去，穿过后脑窟，300多斤的熊轰的一声倒在我脚前面，熊爪子在我肩膀上留了3个窟窿，到现在阴天下雨还疼。你师爷养了半年才好，但那以后就不敢再进人山林了。刚子，明天咱去个地方。哪儿？老林子是本县最深处的一片原始林区，那里山高林密，常年雾气缭绕。老一辈人说，老林子里有山神爷，进去了就别乱喊人名，喊了魂容易被山留下。公社的猎人提起那里，都要先沉默一会儿，不敢轻易进去。麝香，黑市上1克顶1两黄金，一头成年公的能取10来克，那就是10两黄金，再加上皮和肉，一头就能赚小300。尽量不用猎具，响声会惊跑方圆几里的猎物。走了将近4个小时，翻过2座山头，天快亮的时候，他们到了一片陡峭的石崖下面。有蛇！
看到没？那丛灌木下面有闻不到的。蛇就喜欢在那样的地方做窝，而且你看那块石头上面的苔藓有被蹭过的痕迹，蛇用屁股蹭石头，把麝香蹭上去，标记领地。不能进洞，进洞他就从另外的洞口跑。说咱怎么抓？咱在外面下套，堵住所有的出路，等他自己出来。中了！别靠太近，锈的蹄子能踢伤人，而且急了会咬人。是公的，有香。叔，您不杀他？杀他干啥？取了香还能活，过2年又能长出新香来。杀鸡取卵的事儿，我不干。叔，您这人真奇怪。猪的时候一枪毙命，一点不含糊，对香然却手下留情。这叫细水长流。打猎的人不能把山里的东西打绝了，绝了子孙后代吃啥？那您儿子卫东怎么不懂这个道理？他对您那不是细水长流，那是连根刨。好东西，真是好东西，干净完整，香气足，没掺假。老赵，你这手艺真没落下。这东西我不能走明账，只能托人送到省城药材公司，风险我担，路子我找。我给你280担外币钞票，你能赚多少？老赵，你这话问的，我也就是赚点辛苦钱。320，不能再多了，再多我这边也不好交代。叔，这太多了，拿着，这趟你跟着进老林子，腿都磨破了，该你的。叔，我以后跟定你了。老赵，以后有好货记得先找我啊！叔，咱今天赚了这么多，要不吃顿好的？走，今天叔请你吃肉。吃饭，吃饭。坐那儿吧。点吧。红烧肉1份，烧鸡1只，炒鸡蛋1盘，再来1瓶二锅头。大爷，您知道这几个菜多少钱吗？多少钱？红烧肉1块8，多少钱？烧鸡3块2，炒鸡蛋8毛，二锅头1块5，加起来7块3，粮票肉票另算。等着。爸，今天您想吃什么随便点。上次那瓶名酒您说不错，我这回又托人弄了1瓶。卫东啊，你这孩子就是孝顺。那当然，卫东对您比对亲爹还上心呢。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阴魂不散啊？这饭店你家开的？不是我家开的，但也不是你这种乡巴佬该来的地方。你知道这儿一顿饭多少钱吗？别到时候吃完没钱付账，让卫东替你丢脸。爸，你能不能别闹？你要是饿了，我给你买2个馒头，你赶紧走。我来吃饭，碍着你了。你穿成这样坐在这儿，就是碍着我了。淑芬他爸好不容易答应帮我联系单位转正，你别在这时候给我添乱，行不行？哼，亲家公，我说句实话，人要有自知之明。离开儿女以后，日子不好过吧？要是撑不住，就回去认个错。老年人嘛，低个头不丢人。大爷，您的菜齐了。你哪来的钱？我自己的钱。你的钱？你一个没工资的糟老头子哪来的钱？不会是偷了我们家的吧？你谁啊？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你嘴巴放干净点！我是德厚叔的侄子，他的钱干干净净，是他凭本事挣的。凭本事？凭什么本事？打猎？现在什么年代了，还靠打猎？别是偷鸡摸狗吧？卫东，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发高烧，家里没钱买药，是谁连夜进山打了一只獾子，卖了钱救你的命？你记不记得你上学的学费
是谁一张兔皮一张兔皮攒出来的？那都是老黄历了，谁家老人不养孩子？你总拿这些说事儿，有意思吗？没意思。吃饭，爸，你别这样，你到底哪来的钱？你要是真有钱，就先拿出来帮我买房。淑芬他爸说了，房子的事不能再拖。我为什么要帮你买房？我是你儿子，你是我儿子，所以我把你养大，供你读书，给你娶媳妇儿，带你儿子。你50岁的老子想吃口肉，你媳妇儿倒进垃圾桶；想喝口2块钱的白酒，你说家里没钱。现在你看见我有钱，又想让我给你买房。卫东，人的脸不能不要到这个份上。哼，亲家公，说话别太难听。卫东是你唯一的儿子，你的钱不给他给谁？难不成给外人？我的钱想给谁就给谁。吃完饭，咱去给翠花家送彩礼。爸，你宁愿把钱给外人娶媳妇儿，也不给亲儿子买房。当年我睡塌房的时候，把我接回家，给我1碗热糊糊。你呢？血缘不是讨债的凭证，谁拿我当人，我就拿谁当亲人。行，赵德够，你有种，你别后悔。我最后悔的就是忍了你们这么多年。有点钱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，早晚摔跟头。叔，您刚才说给翠花家送彩礼是真的吗？男子汉喜欢人家姑娘，就别让人家等太久。叔，我敬您。二锅头辛辣，红烧肉滚烫，饭店外的街上，寒风卷尘土吹过，可这一桌饭，赵德塔吃得踏实。麻烦帮我包一下。叔，咱不是吃饱了吗？给小军带的。孩子没错，他想吃爷爷做的肉。你看见没有？那个老东西手里外币钞票不止几百，肯定还有。卫东，我告诉你，必须买，他的钱必须拿回来，他的事必须拿。一个老猎户突然这么多外币钞票，来路肯定有问题。只要抓住把柄，他不给也得给。爸，您是说，收购站那边我有熟人，明天我去打听打听。叔，咋了？没事，有些畜生闻着腥味就会跟上来。叔，洗把脸，有事儿。德厚叔，我想拜您为师。我知道我笨，手脚也糙，进山老给您拖后腿，可我是真想学，不是只想上学怎么挣钱，我想学您这一身本事，学您怎么看山，怎么认路，怎么下套，怎么做人。你知道拜师是什么意思吗？你知道，学打猎不是学手艺摊煎饼，学会了就能混口饭。山里的东西能养人，也能要人命。你跟我学，就不是今天高兴跟2步，明天怕了就躲在家里。遇着野猪冲下来，你不能跑乱；遇着熊，你能尖蹬叫；遇着迷路，你不能哭；遇着看见钱，你不能贪。我记住，猎人有猎人的规矩：第一，不打怀奶的母兽；第二，不掏绝窝；第三，不在风口乱开枪；第四，没把握不逞能；第五，进山听山的，出山听良心的。进山听山的，出山听良心的，能做到？能。若做不到呢？若做不到，我这辈子不碰猎具，不进深山。山里没茶，猎人拜师也不讲那些虚礼。喝了这碗水，吃了这口粮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赵德厚的徒弟。师傅，既然拜了师，就别想着睡懒觉。背篓拿上，今天教你认山。哎，你以前进山只会看路，真猎人看的是气。气，风气、湿气、兽气、人气。
你看这儿，狐狸，脚印轻，步子直，走得急。他昨夜从这儿过，往东去了。咋知道往东？前头尖，后头圆，泥被带起来的方向也在东边，还有这边草叶上的霜被擦掉了，说明他身子蹭过。这是什么？兔子洞口干净，常进常出，旁边会有细碎的草洞。这是獾子挖的，洞口乱，泥翻得深。獾子懒，洞不常换，但出口多。你要下套，不能只堵一个洞。师傅，那您当年是不是一学就会？想听真话？想。我当年比你还笨。不能吧？第一次下套套住了自家的家畜，第一次跟我爹追野兔摔沟里滚了一身牛粪，第一次开枪吓得闭眼打到树干，树皮崩回来划破脸。你师爷说我这辈子最多能当个砍柴的。本事都是摔出来的，山不会因为你磕了头就把活路送你手上，你得挨冻挨饿挨怕，还得忍住贪心。别急，猎物不会只看眼前，你贪第一口就丢一窝。抓住了，师傅，抓住了！今天这2只算你拜师后的第一份见面礼。就在这片儿，我听人说那老东西最近天天进山，肯定藏了好货。师傅，是谁？赵德厚那老家伙都60了，还能打那么多东西，我看肯定是找着什么老窝了。咱们跟着他，今天非把地方摸出来不可。大哥，要是真摸着窝，咱不发了？啥动静？那边肯定有东西！不，哎呦，扎死我了！啊，我脚崴了！赵叔，跟着我干啥？谁跟着你了？这山又不是你家的，我们想来就来。山不是我家的，可你们刚才说要找我的住处。刘麻子，你还要不要脸？自己没本事就想偷师傅的路子！赵德厚，你少装老猎王！你能进山，我们也能进；你能发，我们也能发。凭啥山里的好东西都归你？我不拦你发财，但你们要是乱下夹子，伤了人，掏掘窝，毁了山路，我就打断你们的腿！你敢！我敢不敢？你可以试试。走。咱走着瞧！师傅，这帮人肯定还会来。会，而且不止他们。咱最近卖货太勤，惹人眼红了。眼红的人多了，就会有人下黑手。那咋办？从明天起，少走老路，多换山口，猎具收好，货堆家里。还有，你拜师的第一课，今天才算真正开始。第一课是啥？防人比防野兽难。猎物能打，也得能守。人心起了贪，比狼还难缠。刘刚，我爹让我来还钱。还啥钱？我爹说，刘麻子昨晚带人去我家，说你们的钱来路不干净，早晚要出事儿，还说谁家收了你们的，谁就跟着倒霉。你爹信了？我爹不想信，可刘麻子说的难听，还说县里有人要查您。这个讨厌的家伙！刚子，我不是不愿意，我爹怕你出事儿，怕我跟着你受牵连。钱拿回去，告诉你爹，3天后我亲自上门。钱干不干净，我让全村人看明白。姑娘，婚事不是偷偷摸摸的事儿，越有人泼脏水，越得把门打开说。师傅，刘麻子这是要断我婚事。他断不了，他想逼我乱。啥意思？他放风是想让咱急着把货出手，货一动他就好下手。赵德厚，出来！大家
家都来看看，赵德厚乱下夹子，把人腿夹坏了。你为了赚钱，在山里到处下黑夹子。今天要不给个说法，我就去相关部门反映。真是老赵下的夹子，他最近确实打了不少东西，要是伤了人，可不是小事。胡说！我师傅的夹子都有记号，绝不会下在山路边。那你说这伤哪儿来的？夹齿印是斜的，真踩中兽夹，伤在脚踝或脚背，骨头都得裂。这是东沟烂泥滩的泥，不是我下套的北凉。你们昨晚去东沟偷夹子，自己崴进沟里被生锈夹蹭破了皮，今天抬来赖我。你胡说！东沟那副锈夹子夹齿缺了3颗，你腿上这印子也缺3道。还真是，这印子不齐。刘麻子，你们去东沟干啥？我不知道。你吓唬谁？不吓唬。你要去公社，我陪你去，顺便说说你们偷夹子、毁猎具、诬赖人的事儿。这是你家牛棚上用的绳，尾端有红线，全村就你家有。你还想赖？松手！刘刚，放开！我不跟你在院里打，3天后翠花家门口，当着全村人，你把话说清楚。说不清，我就带证据去公社。赵德厚，你别得意。我得不得意不重要，你再伸手，我剁的是手。老赵还是老赵，眼睛毒啊！刘麻子这回丢人了。师傅，就这么放他走？他只是刀，拿刀的人还没露面。您说卫东他们？师傅，咱去哪儿？去翠花家。不是3天后吗？3天后是给别人看的，今晚是给亲家看的。是卫东。叔，我爸那钱来路不明，你要是把闺女嫁过去，真出了事儿，可别怪我没提醒。李刚就是个穷小子，彩礼都是我家老头的钱，那钱本来该给我们买房。别急，这种人家嫁过去就等着受熊受气。钱从哪儿来的？我来告诉你们。周老哥，你看清楚，野兔皮3张，换皮2张，腊肉40斤，山鸡6只，收购站入账都有记录，还有县城孙德胜开的证明，钱是卖山货来的。一张只能说明啥？谁知道是不是假的？假的？那就去县城找孙德生对。爸，我们不是说您钱一定有问题，我们也是担心您年纪大被外人哄骗。你们跑到翠花家败坏我师傅名声，还叫担心？刚子，这是我们家的事儿，你少插嘴。这是我的事儿。爸，你非要这么闹吗？你给一个外人彩礼，让我在亲戚面前怎么做人？你在饭店里让我滚的时候，想过我是你爹吗？卫东啊，你说你爹的钱不干净，有证据没有？他一个老头子突然有钱，本来就不正常。这摞是给刚子的彩礼，这摞是留着修罗，是我以后吃饭看病的钱。爸，我才是你儿子。我知道。所以我没少过你一口饭，没短过你一件衣。可从今天起，我的钱不归你管。你这是要跟亲儿子断了？不是我要断，是你们早把我推出门了。叔，我不要那么多彩礼，刚子对我好，我知道。赵老哥，我家穷，但嫁闺女不是卖闺女，彩礼照村里规矩走，多的我不收。可有句话我得问明白，你问。刚子，你是真想娶我闺女，还是一时脸热？我周叔，我没爹娘，过去混日子。可从今往后，我跟着师本事，靠自己双手养家。我不敢保证让翠华天天吃肉，但我保证，有我一口热饭，就有她一口。赵老哥，有你带着她，我信。周叔，你可想清楚，他们这是拿我们家的钱做人情。你们家的钱，收据在这儿，红章在这儿，咋就成你们家的了？你们2口子进门就说老人不是，句句都盯着钱。我看赵大哥没说错，谁拿老人当人，老人就拿谁当亲人。爸，把手收回去。我是你亲儿子，你凭啥防我跟贼一样？因为你现在做的
就是贼的事。你妈谁是贼？我最后给你留脸，今天从这屋里走出去，以后别再打我钱的主意。你要还认我这个爹，就逢年过节小军来看看我；你要只认钱，那就别来了。走，让他把钱都送给外人，以后他死在山里也别来找我们。记住你今天的话。嫁过去你就等着受剐吧！你再说一句，让他走。赵老哥，彩礼按村里规矩18块8，再加2双被面就行，多的你拿回去。周叔，我能给你，有本事是好事儿，可过日子不是摆阔。你们以后要修屋、置办家当，哪样不要钱？刚子，听我爹的，规矩照办，但2床被面我来买，算我这个师傅给徒弟成家的礼。那我收。等我成了家，我给您养老。先把自己日子过明白，再说大话。师傅，周叔答应了，翠花也答应了。别高兴太早，婚事定了，麻烦也来了。啥麻烦？不是刘麻子，那是谁？魏东没这胆子，李淑芬也不懂山路，能在雪地里站这么久不出声的，是个老手。师傅，您是说有人盯上咱们了？回去，今晚别睡死啊！有人设路障，不是路障，是逼咱们下沟。他们不是想抢货，他们想废了我。师傅，谁这么狠？不是刘密吧？老手。赵德厚，眼睛还没瞎？八脸棚，老赵，多少年不见，你还是这副硬骨头。路让开，路可以让，货留下。我们没带货。你带不带不重要，你最近卖了麝香，县城有人传开了。老赵，你老了，守不住这么大财路。赵德厚，你不是能耐吗？今天我看你咋走！刘麻子，你找外人还本村人，少废话！老东西不把发财路交出来，谁也别想好过。记住我教你的第一课。动手！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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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！师傅，没的，别过来！老了就是老了，我是老了。老猎人不怕网，怕的是不知道谁织的网。不是我，都是八脸棚逼我的。送货！赵老哥，你伤着了？皮肉伤，先把人送公社，铁夹、绳套、猎刀都带上。老赵，你赢了这回，可你的钱是谁放出去的风，你不想知道？他说老赵卖了大货有钱，他让我先弄，让老赵乱起来，再找人堵他。去魏东家。大半夜的敲什么敲？爸，你这是？问你媳妇儿她爸，大半夜闹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刘麻子已经说了，是你放的风。他胡说！你想要我的钱，可以明说，你让人对我下手，就过线了。爸，真是你！我还不是为了你们的新房子？这老头有钱不给亲儿子，我教训他怎么了？那也不能证明我们想害人。你说过，我死在山里也别找你们。卫东，我给过你机会。爸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知道他们会这么狠，我就是想要钱买房，我没想让您受伤。以后我还是你爹，但我的屋、我的钱、我的命都不归你管。逢年过节愿意带小军来，我给孩子做肉，你不来我也不等。
师傅，我以后一定护着你。先护好你媳妇儿。爷爷，爷爷，我想吃您做的肉。慢点吃，烫。师傅，这碗酒我敬你。明早进山。师傅，还进？山路还长，日子也还长。